虽说现在的电话铃声以及震动的节奏与平时没有任何变化，但吉米就是感觉这电话铃急促了许多，而且似乎是越来越急促，越来越焦躁不安。就在这时，焦躁的电话铃声终于停止，在他的手机屏幕上留下了一个未接来电。紧接着，他又收到老板发来的一条短信，内容是接通你那个该死的电话，立刻，马上。看到这条信息，吉米虽然口干舌燥，但还是下意识地用力吞了吞口水。先前话说的太多，嗓子带着一阵干裂撕扯的疼痛。可是他此刻已经顾不上这些，因为老板的电话又打过来了。由于短信的缘故，吉米不敢再迟疑，只能惶恐地接通电话，眼睛看着满脸骄傲的史蒂夫，战战兢兢地对着电话说道：老板。电话那边立刻传来一阵歇斯底里的咆哮：史密斯，你到底在外面做了什么？为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打电话说大少爷对你非常不满意？我他妈兢兢业业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服务了这么多年，都没机会见到大少爷，你他妈到底怎么把大少爷得罪的？吉米悬着的一颗心终于重重地砸了下来。他还期盼着老板这时候打电话过来只是一个巧合，与面前这个自称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核心成员的男人无关。可老板这话一出口，他就知道自己今天是真的惹到天大的人物了。他看着史蒂夫的眼神瞬时间充满绝望与哀求，口中只能带着哭腔地说道：老板，这就是个误会，我会亲自向罗斯柴尔德先生解释的。你解释个屁！对方怒斥道，还他妈轮得到你去解释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已经被爱丽丝律师事务所开除了，你不需要来办理离职手续，我会让人把你的东西给你送到你家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，你也不要让我见到。吉米一听老板要开掉自己，下意识地说道：老板，你没有权利这么做，我的工作一直完成得非常出色，每一年的考核都能拿到 A 加，而且我有事务所的期权，还是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，你没有资格直接把我开除。如果你要强行开除我，我会起诉律师事务所，要求你们给出巨额赔偿。我没资格。对方冷笑道：吉米，我提醒你一下，你在律所这些年，单越过公司成交的客户就有不下5次。别的不说，但就去年梅尔古德曼和 IBM 的专利纠纷那件案子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们律所给他开出20%分成的风险代理，是他觉得分成比例太高，私下里通过你和你一位大学同学开的小律所达成10%风险代理的合作，你在暗中负责所有庭审之外的工作，由你那个大学同学出面参与庭审，最后你们帮他从 IBM 那里拿到了4500万美金的专利使用费，得到了450万美元的回报。这件事我没冤枉你吧？但就这一件案子，就可以把你送进监狱了。吉米惊得冷汗直流，下意识地狡辩道：这怎么可能？你说的完全是无稽之谈。当时梅尔古德曼是觉得自己胜算的几率很高，不愿意出让20%的利润给爱丽丝，所以才选择跟其他律所合作。至于他跟谁合作，我根本就不知道，更不可能参与其中。你不要在这里血口喷人。对方呵呵一笑：吉米，得了吧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有些事情不需要我说得太明白。梅尔古德曼和你以及你的大学同学私下里见过很多次，你们也开过很多次闭门会，商讨整个案子的诉讼方向以及突破点。这些梅尔古德曼都有全程录音，而且这些录音都在我的手里。吉米听得心惊胆寒，脱口道：你肯定是在撒谎，这怎么可能？对方道：吉米，成熟一点，所有的合伙人想晋升到高级合伙人，都必须要有足够的把柄在我手里才行，否则的话，就算业务能力再强，我也不会给他这个机会。防的就是哪一个高级合伙人在关键时刻抢我的资源，或者一脚踢开的时候想反咬我一口。你仔细想想，你是什么时候成为高级合伙人的？时间点是不是就在梅尔古德曼之后？吉米目瞪口呆的喃喃道：
梅尔·古德曼的案子结束后第2个月，我就晋升高级合伙人了。难道这都是你安排的？对方笑道，你总算聪明了一点。吉米咬牙切齿道，爱丽丝，你这个王八蛋，我们兢兢业业为律所工作，你竟然还故意陷害我们。谈不上陷害啊，对方道，我也只是希望多一些安全保障罢了。你们有把柄在我手里，但我也不会随随便便就搞你们啊。只怪你得罪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大少爷，我说什么也不能被你连累，知道吗？说罢，对方又道，吉米啊，你现在要关注的不是我把你开掉，这只是你会受到的最小的惩罚。得罪了罗斯柴尔德家族，他们不会让你好过的。说到这里，对方继续道，哦对了，梅尔·古德曼那件事所有的证据，我都已经交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管家了。如果他们对我的处理方式还不满意，说不定会把你弄进监狱。那样的话，我劝你就不要回美国了。这么大的金额，终身监禁是跑不了的。你都已经50岁了，就算将来有机会假释出来，估计也要75岁以后了。虽然你我同事一场，但我也帮不了你什么，你还是自求多福吧。吉米听得浑身直冒冷汗，2条腿都已经抖如糠筛。他还想说什么，但电话那头的老板已经将电话挂断。此时的吉米已经方寸大乱，他做梦也没想到，自己竟然真的在金陵这个华夏城市得罪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2号人物。放眼全球，身份地位能与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相提并论的人屈指可数，在这种地方招惹到他，其概率怕是比中美国强力球彩票的概率还要低。这一瞬间，他刚才的无赖气势荡然无存，诚惶诚恐地对史蒂夫说道，罗斯柴尔德先生，实在是对不起，我没想到真的是阁下，刚才都是误会，还请您不要跟我一般见识。史蒂夫在金陵当了好些天孙子，好不容易拿罗斯柴尔德家族继承人的身份装个逼，结果还被吉米大肆嘲讽，心里正憋着邪火无处发泄。眼见这孙子现在还想跟自己求情，当时怒从心生，咬牙切齿地骂道，我长这么大，敢跟我叫嚣的人你还是头一个。说完，他忽然意识到不对，余光不由自主地瞟向叶晨，而叶晨也一脸疑惑地看向他，表情略带了几分诧异和调侃。史蒂夫赶紧咳嗽一声，改口道，敢跟我叫嚣的人也不是没有，但那都是我非常尊敬佩服的人，你一个小小的律师也敢跟我叫嚣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正说着，史蒂夫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是管家打过来的。他立刻接通电话，电话那边恭敬地说道，大少爷，我已经跟爱丽丝的老板说过了，他说会立刻将那个吉米·史密斯开除，并且要在全美律师行业彻底封杀他，让他以后都做不成律师。史蒂夫问，还有吗？管家道，爱丽丝的老板刚才给我发来一些文件，这些都是吉米·史密斯涉嫌经济犯罪的证据，如果需要的话，可以随时将材料转给 FBI。 他说至少能让吉米·史密斯在监狱里待到75岁。好，史蒂夫满意的说道，就这么办，把资料全部交给 FBI 的负责人，你告诉他，就说我说的，让他给我亲自督办这件事，我要让这家伙回不去美国。管家立刻说道，好的，大少爷，我这就安排。史蒂夫挂了电话，看着吉米一脸讥讽地说道，过了今天你就是 FBI 通缉的对象了，如果你回美国的话，刚下飞机就会第一时间被捕，等待你的至少是20-30年刑期，所以我劝你干脆就别回去了，黑在金陵找份工作吧，毕竟华夏和美国之间没有引渡协议，只要你还没被驱逐出境，就不用回去坐牢。吉米顿时便吓得眼泪婆娑，双腿一软便跪在地上哀求道，罗斯柴尔德先生，求您放我一马，您打我骂我都行，求您千万别把资料交给 FBI， 那样的话我这辈子就完了啊。史蒂夫耸了耸肩，耻笑道，我要的就是让你玩啊，你不玩，我的面子往哪放？吉米见史蒂夫完全不给自己面子，赶紧看向一旁的韩美晴，哭着恳求道，
大嫂，求您帮我说句话啊，大嫂。韩美晴还有些回不过神来，见刚才还嚣张无赖的吉米忽然向自己求情，她一时间也不知如何是好，只是尴尬地说道：吉米，我并不认识这位罗斯柴尔德先生，你们两人之间的矛盾，我不好发表意见。韩美晴也并非故意回对吉米，只是因为她自己心里也知道，史蒂夫这种大人物哪是他们夫妻俩所能结交的，人家肯定是看在叶晨的面子上才来的，贺远江都未必真的认识对方，又何况自己。吉米此时已经完全没有了救命稻草，所以只能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韩美晴的身上，于是便跪着爬到她面前，哭着说道：大嫂，求您帮我跟贺教授求求情，我以后再也不眼馋史密斯律师事务所的股份了，只求让我平平安安返回美国和我的家人团聚，我真的不想坐牢，也不想一直待在华夏啊，大嫂。